瓶在美国10几块钱美金就可以在超市里买到的葡萄酒，上了邮轮之后就可能变成40多、50多美金，甚至更贵的价格。喝一罐普通的可乐在陆地上，可能你根本不会计算这一点小钱，但是你到了邮轮上，单点一杯付费的汽水啊，或者果汁啊、咖啡啊、矿泉水，很多时候都不是菜单上看到多少就付多少钱。因为大多数主流邮轮公司都还会在付费的饮品上强制自动加收18% 到20% 左右的酒水服务费。这个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自己带一些喝的上船不就好了吗？或者是沿途停靠的港口再去超市买一点带到邮轮上喝，不就省钱了吗？在你这样做之前，又一定要提醒你，邮轮上的饮品携带规则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简单。不同的邮轮公司规定不一样，不同的饮品种类限制不一样。你以为自己是在省钱，结果一不小心可能登船的第一天就被没收，或者当你想喝的时候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喝得上。所以今天这一期视频又想跟大家一次讲清楚，邮轮上到底能不能自己携带酒水饮料，不同的邮轮公司有哪些不同的规则，能带多少呢？还有邮轮公司在这一方面的灰色地带。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已有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已有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已有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已有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已有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那么登船的时候到底能不能自己带酒水饮料上邮轮呢？答案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可以之前一定要加4个字，有条件的可以。不同的邮轮公司规定真的不太一样，你正在关注的邮轮公司眼下到底允许你带多少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 Royal Caribbean。 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目前允许达到饮酒年龄的乘客在登船日允许你带一瓶未开封的750毫升的葡萄酒或者是香槟酒。非酒精饮料方面，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的数字很清楚，每间客舱可以在登船日手提最多12罐的罐装或者是瓶装、盒装非酒精饮料，每一个容器不能超过17盎司。下一个 Celebrity 名人邮轮公司 Celebrity 同样是允许到了饮酒年龄的乘客在登船日每人可以带一瓶750毫升的葡萄酒，要求放在手提随身的行李里面，不要放进托运行李。非酒精饮料方面，名人邮轮官方的规则不是用几罐几瓶来限制的，他的说法是限制在每一位乘客自己能手提上船的数量，也就是说登船日你拿得动多少就可以拿多少。公主邮轮公司 Princess Cruise Line， 公主邮轮允许到达饮酒年龄的乘客每一个人每一个航程带一瓶750毫升的葡萄酒或者是香槟酒。非酒精饮品方面，公主邮轮规则也非常的清楚，在登船的那一天，每一位乘客可以以手提行李的方式带最多12罐或者是盒装的未开封的非酒精饮品，每一罐或者是每一盒不超过12盎司，也就是354毫升。下一个Carnival Cruise Line 嘉年华邮轮公司，可能是因为它经常会发生幺蛾子事件，必须要把丑话说在前面，而且要说清楚，所以它的规定更加的具体了一点。每一位年满21岁的乘客可以在登船日随身携带一瓶750毫升未开封的葡萄酒或者是香槟酒。非酒精饮品方面，嘉年华邮轮明文规定不允许你携带玻璃瓶或者是塑料瓶包装的饮品。每一位乘客可以在登船日手提最多12罐或者是12盒未开封的非酒精饮品，每一罐或者是每一盒不能超过12盎司，也就是354毫升。接下来我们说说 Holland America 和美邮轮公司。和美邮轮公司的规定比前面那几家要稍微更有意思一点，它允许乘客带葡萄酒或者是香槟酒，每一瓶不能超过750毫升的尺寸，但是没有具体说明限制你带多少瓶。
如果船方或者是安检认为你这次带的太多了，是可以拒绝让这一些他认为多带的酒上邮轮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和比较个性化的规定，也许是因为荷美邮轮公司的乘客普遍年纪比较长，想多带一点，大部分人可能也有心无力的缘故。非酒精饮品方面，荷美邮轮公司的规定非常值得注意哦。所有的汽水啊、苏打水啊、能量饮料啊、果汁啊这一类非酒精饮品，通常是不允许你自己带上邮轮的。如果你想在酒之外再带点什么的话，可以，只能是水，而且有非常明确的限量，每一间客舱可以带的总量不能超过6公升，具体可以是12罐或者是12盒，每一个独立包装在500毫升以下的水，或者是桶装或者是盒装的，每一个包装不能超过1公升的水。下一个我们来说说 Virgin Voyager 维珍邮轮，每一间舱房都可以在登船日携带2瓶750毫升的葡萄酒或者是香槟酒。非酒精饮品方面，每一位乘客可以手提最多12罐或者是12盒未开封的饮品，每一罐或者每一盒它规定不超过12个盎司。对了，它特别注明，如果是玻璃罐或者是塑料罐是不被允许登船的哦。我们来到 Viking Cruises 维京邮轮， Viking 就是另外一种逻辑了哈，可以说相对宽松了很多很多。在 Viking 的官方政策里表示，乘客可以自己携带酒精饮品和其他饮品上船，也可以在岸上购买带回船上慢慢享用，而且无论是在房间还是公共区域饮用你自己带来的酒是不会收取任何开瓶的费用。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说高端的邮轮和大众化邮轮的消费逻辑其实真的不太一样。接下来2家邮轮公司就是截然相反的政策咯，因为他们在自带饮品的这件事情上属于非常非常的严格，甚至是有点不通情理。第一个当然是 Norwegian Cruise Line 诺维珍邮轮 NCL， 也就是EO常常在视频中点名他的爱称为无耻的邮轮公司。它的规定非常的清楚，包括葡萄酒、香槟酒、水、汽水、果汁、啤酒、烈酒基本都不作为手提或者是托运行李可以带上船的部分。答案是正常情况下它并没有规定你允许的数量，其他它并没有多说，留下了非常大的灰色地带，由你自己去猜，由你自己去琢磨，它并不想跟你说的太清楚。只有2种所有邮轮公司都可以接纳的情况除外，第一个是医疗设备需要使用的原厂密封的纯净水或者是蒸馏水，第2个可以被允许的就是如果你要带一个小 baby 上邮轮，而小 baby 饮用的配方奶所需要的那些密封的纯净水或者是蒸馏水，这些是允许可以带上邮轮的。除此之外，如果你正在计划去 Norwegian Cruise Line NCL 的话，不要想着说不就几瓶水或者是几罐可乐应该没事吧。这家公司在这件事情上真的不是靠应该来判断的，它也是有搭乘过众多的邮轮公司中10几年前我就已经经历了把带上船的酒直接送给他们的案例。我当时选择我不要了，我放弃了，因为我哪怕原封不动的在离船的时候拿走，要花费的钱远远高过这酒本身的成本。第2家非常严格的邮轮公司就是 MSC 地中海邮轮公司了。官方规定里写得很清楚，非酒精饮品包括水、汽水、果汁在登船日和港口日都不能自己带上船，不管你是手提还是放在托运行李都行。所以 MSC 非酒精饮品允许的数量是多少呢？正常的情况下是0。而在带酒的方面 MSC 是这样说的，除非是安检或者是船员允许你带，不然的话乘客是不允许带任何酒精饮品上邮轮的。那怎么样才能让安检和船员同意让我带上邮轮呢？估计只有船长有这样的特权吧。最后我们要来讲一讲迪士尼邮轮公司 Disney Cruise Line。 我把迪士尼邮轮公司放在最后一件来说，因为它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新情况。一般迪士尼邮轮公司的规则是，达到限定年龄可以饮酒的乘客可以在登船的首日以及每个港口的停靠带最多2瓶未开封的葡萄酒、香槟酒或者是起泡酒，每一瓶不超过750毫升的容量，或者是可以带6罐啤酒，每一罐不超过12盎司，也就
是355毫升左右。听上去迪士尼邮轮公司似乎非常的慷慨，但是就是在最近2026年的6月初收紧了它的政策，葡萄酒或者是香槟酒从2瓶降至了1瓶，啤酒仍为6罐，不再允许可以从停靠港口带酒上船。港口购买的酒会被保存到航程结束，但是有一个看似是个好消息的，就是如果你带酒上船去开的开瓶费将从原来的29块钱降到20块钱，并不是所有的迪士尼邮轮都在6月份开始实行这个新政策。首先开始实施的是亚洲现在非常火爆的迪士尼邮轮，目前最大最新的亚洲市场邮轮迪士尼冒险号 Disney Adventure。 这一些新规定会不会只是针对这一艘新船 only 呢？还是会在未来在所有的迪士尼邮轮上统一这一项规定的？即将要成为迪士尼乘客的各位EO的观众们，一定要密切留意邮轮公司的最新动态哦。EO想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如果EO在这一期视频里面没有来得及提及你关心的邮轮公司，请在留言区告诉我，EO很快会回复你的留言，给到你想要的答案。以上的信息都来自于邮轮公司官方目前公布的规则，但是邮轮公司其实它拥有随时更改规则的权利，不同出发的港口、不同的航线、不同的市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执行方式。如果你正在计划为了省钱自己带酒水饮品上船的话，出发前最好再次与邮轮公司官方网站或者是直接与邮轮公司联络来确认一下。讲完能带多少，要讲一下刚刚你听到过的一个词，就是开瓶费。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开瓶费不属于小费，也不是酒水服务费，它的意思是你把自己的酒带上了邮轮之后，拿到船上的餐厅、酒吧或者是公共场所去饮用，请船方帮你开瓶倒酒，提供杯具和服务，邮轮公司就会收这一笔钱的费用，通常是15到35美金每一瓶酒。想要避免开瓶费，你只能在你自己的舱房中打开，在房间内自己喝。除了 NCL 那个无耻的邮轮公司的规定，他们会在每一个环节收取你自行带上船的酒水的开瓶费，包括在自己的房间内饮用哦。好了，到了EO来跟你讲一讲关于灰色地带的问题。大家都知道EO是爱喝酒的，多年来邮轮旅行的经历中呢，研究了不少邮轮公司关于喝酒的灰色地带。我们先不管对还是错，EO其实也不能保证100%的成功率，但是目前戒了酒的EO就可以作为一个局外人来公布给大家曾经是EO的一些小秘密。我有不少爱喝酒的观众，并不是因为嫌邮轮上的酒很贵，而是他们爱喝的酒或者是只喝的那些酒在这艘邮轮上是买不到的。很多人会直接把这些酒放到托运的行李箱中带上邮轮。有失手被没收的，当然也有成功越狱的。如果你也想这么做的话，要随时做好一个思想准备哦。你可能会和他们永远告别，或者是邮轮发现后会收取一个不知道多少数额的所谓的买路费。如果价格不合理，当然你可以把酒送给他们。下一个，我们自己带上邮轮的酒呢，你在房间里面打开之后，倒在准备好的杯子里面，走出这个船舱，带去邮轮的每一个角落，任何角落 casino 也好啊， theater 也好啊，甚至是餐厅慢慢的享用。哪怕是带到酒吧，基本没有人会来管你杯子里面的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目前各大邮轮公司都没有针对这一种喝法做出任何明文上的规定。如果哪一天有了，EO在视频当中会告诉大家。如果EO的观众在邮轮旅行当中碰到过你以这样的喝法被邮轮上官方质疑的情况，也请你留言来告诉大家。下一个，当我们中间靠岸的时候，到了岸上买的那些酒想要带回邮轮的时候，通常在你进入船舱之后，就会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工作人员来提醒你，来帮你保管你在上岸的时候购买的那一些酒。他会帮你做好登记，写上你的舱房的号码啊，你的名字啊，还会给到你一张收据，并且跟你约好了在离船前的某一个时间，去指定的地点
领回你自己的这一些酒。无耻的邮轮公司呢，会在领取的时候随机给出一个价码，当然你可以像伊柚以前一样选择送给他们喝老娘不要了。很多人买了酒放在背包中，在登船安检的时候忘记了自己背包里面其实是有酒的，结果安检的机器也没有查出来，酒莫名其妙的被顺利的带上了邮轮。自然没有人会要求他们寄存，带上去的酒大概率也是在舱房中被打开享用了。神不知鬼不觉，有过这样经历的又只能说你的运气真的太好了，但是这不是一种正规的常态哦，你也一定要做好随时露馅的思想准备。如果又今天的内容让你觉得有收获的话，记得给又今天的视频点一个赞哦，同时也非常欢迎你在我们的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你的邮轮旅行经历。祝我所有的观众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